在朱质的建议下，孙策决定率军前往江东发展。那么，到达江东后，他能打败刘繇和王朗吗？曹操和袁术又是如何对待他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江东小霸王孙策之创业江东。195年，征得袁术的同意后，孙策率领着1000多人前往溧阳，去帮助自己的舅舅吴景。然而，一路之上不断的有人加入，等到达溧阳的时候，兵众已经发展到了5、6千人。这时，吴景已经被袁术任命为督军中郎将，反过来对付刘繇。刘繇则将周瑜的叔父周尚任命为新的丹阳太守。周瑜得知孙策已经到达溧阳后，非常高兴，立即领兵前来接应。此时，孙策的母亲和弟弟孙权还居住在曲阿，因此在与刘繇开战之前，他需要先派人将母亲和弟弟送往富临，即今天安徽省全椒县百子村。安排妥当之后，他便率领大军渡江，准备去攻打樊能和张英。樊能和张英的粮草辎重都储藏在牛竹山，只要能拿下此山，便可以断绝他们的军粮。于是，孙策率军来到牛竹山，向其发起猛攻。张英得知后，率军前来支援，可由于孙策军令严整，百姓争相依附，张英很快就战败了。孙策顺利地拿下了牛竹山，并且得到了大量的粮草辎重。之后，他继续率军去攻打樊能，樊能抵抗不住，战败后逃走。至此，横江津和当利口这2个长江上的重要渡口被顺利的拿下。接下来要对付的便是刘繇了。在前往曲阿的路上，要经过秣陵，这里盘踞着刘繇的2支军队，一支由彭城国国相薛礼率领，屯驻在秣陵城；一支由下邳国国相泽荣率领，屯驻在秣陵城南。2支军队互为犄角。孙策到达后，决定先去攻打泽荣。双方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泽荣的部下被斩首了500多人。从此，泽荣便固守营垒，拒不出战。于是，孙策便率军去攻打薛礼，薛礼抵抗不住，率军逃走。之后，孙策只身一人来到泽荣的军营前，劝其投降。结果，泽荣不但不投降，还命令弓箭手射杀孙策。孙策躲避不及，被射中了大腿。部下连忙上前，用战车将其接回营里。回到军营后，孙策立即派人散布他中箭身亡的假消息。泽荣得知后大喜，立即派出大将前来攻打孙策。孙策派了数百名骑兵前去迎战，之后假装战败。泽荣的部将大喜，立即率军追击，结果却跑进了孙策早已准备好的埋伏圈里。泽荣的大军立即溃败，纷纷逃散。泽荣接到战报后，再也不敢出战了，只能继续固守营垒。孙策则不再和他纠缠，立即率军去攻打刘繇。此时，曲阿已无险可守，刘繇异常的慌张。就在这时，太史慈前来求见，并告诉刘繇，只要给他3000精兵，他就能打败孙策。刘繇的部下劝他任用太史慈为大将，抵抗孙策，可刘繇却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我如果用了他，许绍得知后一定会笑我不会用人。”因此，他并没有将太史慈任命为大将，而是让他带领一小队人马前往神亭去侦察军情。神亭即今天常州市薛布镇神亭村。结果，在他前往神亭的时候，孙策也正率领着13名将领前来侦察地形，但他所带领的是黄盖和韩当以及宋谦等猛将。双方就这样不期而遇了。可面对孙策的众多猛将，太史慈毫不畏惧，立即上前与孙策展开对战。双方激战了许久后，孙策夺得了太史慈身后的首级，太史慈则抢走了孙策的头盔。双方打得难舍难分，直到孙策的大军赶来，太史慈才骑马退走。195年，孙策的大军来到曲阿城下，向刘繇发起了猛攻。刘繇根本抵抗不住，在许绍的建议下，他一路向南，逃往了豫章郡。孙策则顺利地进入了曲阿城。进城后，他便对刘繇的部众宣布，凡是愿意归顺的，一律既往不咎。刘繇的部众便纷纷归降。孙策竟然得到了2万士卒，还有马匹1000余。从此，他便实力大增，威震江东。之后，他派人将母亲和弟弟接回曲阿，终于让他们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接着，他让朱质率军从钱塘出发，去攻打吴郡。钱塘即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。
吴郡的太守许贡率军驻扎在油泉，即今天浙江省桐乡市东北20里。他准备在这里抵抗朱质，结果朱质的大军到达后，一举便将其击溃，许贡只好率军逃走，依附于山贼严白虎。许贡走后，吴郡的太守之职便由朱质临时代理。袁术得知孙策打败了刘繇和许贡后，立即上奏朝廷，举荐孙策为舔寇将军，并把周瑜的叔父周尚召回寿春，另派他的堂弟袁胤为丹阳太守。196年，孙策准备进攻会稽郡的王朗，王朗的幕僚们建议他避弃锋芒，可王朗觉得他作为朝廷官吏，理应保护诚意，因此他决定前往固陵去迎击孙策。固陵即今天浙江省萧山市西兴镇附近。孙策到达后多次渡河进攻，但都被王朗击退。无奈之下，孙策只好去请教自己的叔父孙敬。孙敬对他说，王朗凭险固守，很难攻破，从这里向南数十里便是茶渎，是通往会稽郡的要害之地，我们应该从那里进入，去攻打王朗的后方，这便是兵法上所说的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我亲率一支精兵作为先锋，你率领主力紧随其后，必能将其击败。孙策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让孙敬率军先行。为了麻痹王朗，他给全军下令说，近日连续降雨，饮水污浊，导致大量的将士们腹痛，为了饮水安全，需要寻找数百口瓦缸，用来澄清饮水。到了夜晚，他命人点燃起大量的火把，让王朗觉得他的大军还驻扎在这里。殊不知火把点燃后，他就率领大军去追随孙敬了。之后，他们秘密地越过茶渎，立即对高坚屯发起攻击。高坚屯即今天萧山市东北8里的高千桥，很快高坚屯就被攻陷了。王朗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被孙策给骗了，连忙派出周新等人率军前去迎战。可周新根本不是孙策的对手，刚一交战，周新就被斩杀了，其他的部将则纷纷逃散。王朗自知大势已去，连忙乘船从海上逃走，准备逃往东野，即今天的福建省福州市。可孙策紧追不放，王朗再次战败，只好向孙策投降。至此，孙策继吴郡之后，继而又平定了会稽郡。他上表朝廷，任命自己的叔父孙敬为奋武校尉，并委以重任。可孙敬留念故地，不愿为官，孙策便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同意他留任家乡镇守。占据了会稽郡之后，孙策便将之前的官吏全部换掉，并且自己兼任会稽郡太守。之后，他任命舅舅吴景为丹阳郡太守，正式任命朱质为吴郡太守。另外，任命堂兄孙贲为豫章郡太守，孙贲的弟弟孙辅为庐陵郡太守，但实际上豫章郡和庐陵郡还未实际控制，因此他俩人的太守之位只是名义上的。另外，张昭、张宏、秦松、陈端则都成为了孙策的谋士。197年，袁术准备在寿春称帝，孙策得知后写信劝阻，但袁术坚决不听，从此两人便彻底绝交。曹操得知后，主动向孙策示好，他以天子的名义派王布前往江东，任命孙策为骑都尉，承袭他父亲孙坚的爵位，封其为乌程侯，并且正式任命他为会稽郡太守。可孙策对骑都尉的任命不太满意，觉得职务有点低，于是他派人向王布透露，想得到将军的封号。王布得知后，立即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孙策为明汉将军。当然，曹操之所以如此大方，条件是孙策需要配合他一起去攻打袁术。至此，孙策彻底脱离袁术，在江东站稳了脚跟，这为后来的东吴政权奠定了基础，同时也加速了三国鼎立的形成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孙策率军前往江东后，仅用了2年时间，就陆续地打败了刘繇、许贡以及王朗等人，占据了丹阳郡和吴郡以及会稽郡，在江东站稳了脚跟。那么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彻底平定江东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江东小霸王孙策之平定江东。197年，孙策与袁术绝交后，曹操便趁机向孙策示好，任命他为会稽郡太守，封为明汉将军。之后便要求他与吕布和陈馀等人一起讨伐袁术。
陈宇之前被袁术任命为扬州刺史，驻扎在寿春。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，准备去投奔陈宇，却被陈宇给拒绝了。这让袁术非常的愤怒，立即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寿春。陈宇非常害怕，连忙率军逃往了下邳。之后，他自称吴郡太守，但并没有去上任，而是领兵驻扎在广陵郡的海西县，即今天江苏省灌南县东南20里。曹操得知他与袁术决裂后，便以天子的名义征召他与孙策和吕布共同讨伐袁术。然而，当孙策率领大军走到钱塘的时候，却得知陈宇并不打算去攻打袁术，而是秘密派人渡江，拿着30多个印信去联络吴郡和丹阳郡的散寇，准备在孙策攻打袁术期间，趁机抢夺孙策的地盘。孙策得知后大怒，立即派吕范和徐毅率军前往海西，去攻打陈宇的老巢。结果陈宇大败，只身逃往冀州，投靠了袁绍，而他的妻儿及其将士则被俘虏了4000多人。与此同时，孙策亲率大军去剿伐与陈宇联合的割据势力，随后邹伦、钱童、王胜、严白虎等势力全部被剿灭，吴郡彻底被平定。接下来要平定的就是丹阳郡了。丹阳郡最大的反叛势力是由祖郎率领的山岳部众。祖郎是孙策的老对手了，孙策第一次招募的几百人，就是被祖郎突袭而导致失败的。这时，袁术秘密派人前来，鼓动祖郎共同对付孙策。孙策率领大军来到了临阳，即今天安徽省青阳县东南。此时的孙策已经不是当初只有几百人的孙策了。到达临阳后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祖郎给活捉了。他对祖郎说：“你以前突袭我，还砍中了我的马鞍，可现在只要是可用之才，我都可以抛除旧恨，并加以任用。天下之人都是如此，不仅是你，所以你不必害怕。”祖郎听后立即叩头请罪，孙策当即便为他解开枷锁，收编了他的所有部众。接着他便要去对付太史慈了。太史慈也不陌生，在攻打刘繇的途中，他和孙策打得难舍难分。后来刘繇战败，逃往了豫章郡，太史慈则率众进驻永礼，自封为丹阳太守。永礼即今天安徽省泾县。孙策的大军到达后，太史慈也很快就被活捉了，带到了孙策的面前。孙策为他解开绳索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还记不记得神亭之战？如果我当时被你活捉了，你会怎么处置我呢？”太史慈说：“那我肯定会杀了你。”孙策听后大笑着说道：“可我不会杀你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摒弃旧怨，一起共创大业吧。”随后他将太史慈拜为了门下都。至此，丹阳郡也被顺利的平定了。孙策准备率军返回吴郡，回去的路上，他给太史慈和祖郎授予兵权，让他们领兵前行。回到吴郡后，拜太史慈为折冲中郎将，拜祖郎为门下贼曹。这时，袁术任命的居巢长周瑜以及东郡长鲁肃认为袁术难成大器，便弃官前来投奔孙策。孙策得知后，亲自去迎接周瑜，并拜他为建威中郎将，当即就给他增兵2000，战马50匹。之后还为他兴建府院，赠送的东西更是在军中无人能比。在周瑜的引荐下，孙策见到了鲁肃，他对鲁肃的才能十分欣赏。可正准备任用的时候，鲁肃的祖母却突然去世了，鲁肃只能将祖母的灵柩送回老家去安葬。199年，孙策得知了一个消息，逃往豫章郡的刘繇竟然因病去世了。太史慈主动请缨，准备去招降刘繇的残兵，并且与孙策约定60日内必定返回。太史慈走后，将领们都觉得太史慈是不可能再回来了。可孙策却对太史慈深信不疑，他对部下们说道：“子义如果舍弃于我，还能去投奔谁呢？”果然，太史慈如期而返，并招降了刘繇属下的1万多名士卒。随后，孙策便准备与曹操联合，共同去征伐袁术。然而，大军整装待发的时候，袁术却因病而亡了。袁术死后，他的堂弟袁印以及女婿黄衣等人担心曹操和孙策前来攻打寿春，只能抬着袁术的棺椁，携带着他的妻儿老小前往庐江郡投靠了刘勋。当时刘勋的军中本来就缺粮，结果又来了这么多人，无以为继，只能派堂弟刘协去找豫章郡太守华歆去购买粮食。可华歆的粮草也不足，
带着刘协前往海昏和上辽，去向当地的宗族武装去借粮。海昏即今天江西省永修县西北，爱城往东3里，上辽则在爱城往南的17里。他们本来想借3万斛粮食，可1个月过去了，却只借到数千斛。刘协非常的生气，既然不肯借，那就劝说刘勋派兵前来抢粮。可刘勋却有些犹豫，他担心大军离开后，孙策会趁虚而入，派兵偷袭宛城。孙策得知后，立即给刘勋送去了大量的珠宝和革布，假装要和他结交，并且写信鼓励他出兵上辽。刘勋见孙策如此诚恳，就相信了孙策，立即出兵前往海昏和上辽，准备去抢粮。然而，当他的大军到达后，当地的宗族武装早已将粮草搬空，气馁而逃了。刘勋最终是一无所获，只能率军而返。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率军刚走，孙策的大军便兵分2路出发了。一路由孙贲和孙辅率领前往彭泽去阻挡刘勋北上，另一路则是由孙策和周瑜率领的2万大军，他们迅速来到了庐江郡的治所宛城。此时宛城空虚，守将只能举城投降，袁术和刘勋的妻儿也被俘虏。同时，孙贲和孙辅则在彭泽大败刘勋，刘勋从浔阳逃到了制马亭。听说宛城失守后，他只能在刘仪筑垒自守，并向刘表和黄祖求救。黄祖派儿子黄涉带着5000人前来支援，结果却被孙贲击败，刘勋只好北上投靠了曹操。12月8日，孙策率军来到了黄祖驻守的沙县，即今天湖北省嘉鱼县。刘表得知后，派侄子刘虎和南阳人韩熙赶来支援黄祖。黄祖可是孙策的杀父仇人。11日，孙策率领周瑜、吕范、程普、孙权以及韩当和黄盖等将领，同时向黄祖发起进攻。黄祖战败后只身逃走，他的妻妾子女7人则被孙策俘虏。刘表派来的刘虎和韩熙更是不堪一击，被杀的有2万多人，跳水溺死者就达1万多人。此战，孙策还缴获了船只6000余艘，财物更是堆积如山。至此，庐江郡也被孙策拿下，接下来便准备进攻豫章郡了。199年末，孙策率领大军前往豫章郡，他将大军驻扎在焦丘，即今天江西省新建县。他对于藩说：“华歆闻名于世，但绝非我的对手。如果他不肯归附，那么一旦开战，便是生灵涂炭。不如派你进城，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，让他再做决定。”于藩领命进城后，向华歆陈述了利害。华歆思考再三后，决定举城投降。至此，豫章郡也被孙策平定了。之后，孙策将豫章郡一分为2，分为了豫章郡和庐陵郡。从豫章郡返回的时候，他将刘繇的灵柩带着送回他的家乡进行安葬，并且把他的遗孤刘基等诸子也带回来抚养。王朗得知后，写下《遗孙伯符书》，赞扬了孙策的善举。曹操在得知孙策如此迅速地平定江东后，知道已经无法阻止，只能拉拢和安抚了。于是他把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小弟孙匡，为自己的儿子曹彰迎娶了孙贲的女儿，双方便以联姻的形式进行结盟。至此，孙策彻底平定了江东，成为东汉末年的群雄之一，为三国之一的孙吴政权奠定了基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官渡之战是汉末三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，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一。在讲解这场战役之前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此时的天下局势，以及官渡之战发生的历史背景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受衣带诏及官渡之战爆发。199年，袁绍打败了公孙瓒和黑山军，北方已无人能敌。除了占据冀州之外，他还封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，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，外甥高干为滨州刺史，北方4州之地尽归于他。曹操则打败了袁术和吕布，占据着兖州、豫州以及徐州，长安的韩遂和马腾在名义上归顺于他，因此司隶校尉部也属于曹操的地盘。至此，袁绍和曹操便以黄河为界，袁绍控制着河北4州，
曹操则控制着河南4州。另外，江东小霸王孙策占据着江东6郡，刘表占据着荆州，刘璋占据着益州，张经控制着胶州，邯郸商控制着凉州。除了以上这些大诸侯之外，还有些小的诸侯，比如公孙度盘踞于辽东，滨州的部分地区被羌胡和南匈奴控制着，王毅占据着河东郡，张扬占据着河内郡，张绣占据着南阳郡，张鲁占据着汉中郡。对于孙策，曹操将弟弟的女儿嫁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，并且为儿子曹彰迎娶了孙贲的女儿，双方结成了儿女亲家，稳住了孙策。接着，曹操便把目光瞄准了河内郡的张扬。199年2月，他率军来到昌邑，张扬的部将杨丑便杀了张扬，准备投靠曹操。然而，虽固却杀了杨丑，率领大军屯驻于社犬，准备投靠袁绍。社犬即今天河南省沂阳市东北。4月，曹操率军来到黄河岸边，派使唤和曹仁渡河进攻睢固，睢固被杀。曹操亲率大军渡过黄河，包围了社犬，其余部众全部投降。之后，曹操任命魏种为河内太守，将河北事务交给他处理后，率军退到了敖仓。之后，曹操让臧霸等人攻入青州，迅速地占领了祁郡和北海郡等地。接着，让于禁率军驻守在黄河南岸，负责监视援军。至此，曹操和袁绍的战争便一触即发了。为了对付曹操，袁绍派人去联络张绣和刘表，准备南北夹击曹操。张绣收到袁绍的信件后准备同意，可贾诩却对张绣分析说：第一，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，属于名正言顺；而袁绍如果出兵攻打曹操，便是叛逆之举。第二，曹操兵力较弱，更愿意拉拢盟友，而袁绍兵强，如果投靠袁绍，并不会得到重用。第三，袁绍不能容人，甚至连兄弟都不能相容。之前吕布曾帮他打败过黑山旌旗，可他却要刺杀吕布，幸亏吕布跑得快，才保住了性命。然而曹操志向远大，尽管你在豫水之战中杀死了典韦和他的长子曹昂，他也一定会不计前嫌地拉拢你。最终，张绣听从了贾诩的建议，向曹操投降。曹操得知后大喜，亲自前来迎接张绣。他拉着贾诩的手说：能让我的信誉扬于天下的人是你呀。说罢，他拉着张绣的手一起参加宴会。之后，他拜张绣为扬武将军，并且为自己的儿子曹军迎娶了张绣的女儿，俩人结为了儿女亲家，拜贾诩为执金玉，封都亭侯。至此，袁绍拉拢张绣宣告失败。再来看刘表。按《三国志·刘表传》记载，刘表假装答应袁绍，可实际上却按兵不动，准备坐山观虎斗。按《三国志·桓阶传》记载，刘表本打算与袁绍结盟，可就在这时，长沙太守张宪据长沙、零陵和贵阳3郡造反，刘表只能先去平叛，而无法出兵相助袁绍。总之，拉拢刘表的希望也落空了。除了以上这些诸侯外，还有一个人也非常重要，他没有地盘，也没有多少兵力，却志存高远，他便是刘备。他曾接受陶谦的嘱托，做过徐州牧，然而却被吕布打败，还活捉了他的家眷。不得已，他只能只身前往许县，投靠了曹操。曹操任命他为豫州牧，并给他支援兵马，让他屯驻在小沛。结果他再次被吕布打败，只能再次只身前来投靠曹操。吕布被曹操活捉后，刘备力荐曹操杀了吕布。之后，曹操将他封为左将军，一起回到了许县。曹操对他非常要好，出则同舆，坐则同席。有一次，曹操对刘备说：当今天下可称为英雄的，只有你和我，原本出那些人不足挂齿。刘备当时正在吃饭，听到这番话之后，暗吃一惊，吓得连筷子都掉到了地上。恰巧此时打了个响雷，刘备便借机对曹操说：圣人言，迅雷锋烈必变，这话是真的不假，
一个响雷，竟然把我吓成了这样。曹操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，可事实上，刘备心里是非常不安的。汉献帝自从来到许县之后，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大权独揽。汉献帝不甘心只做个傀儡，便将诏书缝入衣带，秘密地传给董承，让其交给刘备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带诏。董承是汉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子，也是汉献帝嫔妃董贵人的父亲。他从长安护卫汉献帝东归洛阳之后，密诏曹操擒王，曹操便将汉献帝以及百官都迁往了许县。他作为汉献帝的岳父，也是汉献帝最为信任的人，他当然也对曹操的专权表示不满。于是拿到汉献帝的衣带诏后，他便与种吉、吴硕、王子服、吴子兰以及刘备等人密谋诛杀曹操。然而还没等行动开始，刘备就被曹操给派走了。当时袁术准备北上青州去投靠袁谭，曹操便派刘备和朱灵等人前去阻击。刘备领兵刚走，程昱和郭嘉等人便来劝说曹操。他们表示，刘备的雄心壮志不可估量，而且此人不甘屈人之下，因此一定不能让刘备离开许县，一旦让他离开，必定是后患无穷。曹操听后也有些后悔，连忙派人去追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刘备到达下邳后，顺利地阻击了袁术，袁术只能退往江亭，在这里呕血而亡。之后，朱灵等人返回了许县，而刘备则立即处死徐州刺史车胄，让关羽留在下邳驻守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小沛屯驻。徐州诸县纷纷响应刘备，很快他的军队就达到了数万之众。之后，他派孙乾北上去联合袁绍，袁绍则派遣骑兵前来支援刘备。曹操得知后非常气愤，立即派刘岱和王忠率军去攻击刘备，然而他们却不是刘备的对手，无法取胜。刘备对刘岱等人说，曹操派你们前来是奈何不了我的，就算曹公亲自前来，结果也尚未可知。200年正月，衣带诏事件败露，曹操异常的愤怒，立即将董承等人全部处死。董贵人当时已经怀孕，汉献帝多次向曹操求情，但依然没能保住董贵人的性命。至此，衣带诏的参与者就只剩下了刘备，曹操便准备亲率大军前去征伐。这时，曹操属下的将领和谋士都不赞同，他们表示，一旦大军出发，袁绍必然会从后面偷袭许县，到时候两线作战，凶多吉少啊。可郭嘉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他表示，袁绍性格迟缓，而且多疑，他一定不会很快出兵。相反，刘备刚刚兴起，人心还未完全依附，如果迅速出兵攻打，那他必定失败，否则等他羽翼丰满后就不好对付了。这是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能失去这次机会。曹操听后深以为然，采纳了郭嘉的建议，立即亲率大军前去攻打刘备。田丰得知曹操出兵后，立即对袁绍说，现在和你争夺天下的只有曹操，而曹操此刻正在出兵刘备，他们之间的战役不会很快结束，只要现在调动全部兵力袭击曹操的后方，则必可平定。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切不可错过呀。可袁绍却说，小儿子正在生病，不宜出兵啊。田丰气得浑身发抖，出来后就举起拐杖猛敲地面，悲哀地说道，大事完了，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时机，竟然因为小孩生病而丧失机会，真是可喜可叹啊。田丰的牢骚传到了袁绍的耳朵后，他非常的恼怒，从此便疏远了田丰。曹操率军到达小沛后，担心袁绍出兵许县，于是加紧攻城，不到1个月就将刘备给打败了。刘备战败后没有逃往下邳，而是逃往了青州。青州刺史袁谭率军前来接应，将他迎到了平原国。之后派人去告诉袁绍，袁绍得知后大喜，离开邺城200多里前来迎接刘备。刘备跑了，可他的家眷却还在下邳城。曹操率军来到下邳，
下邳的守将关羽抵挡不住，于是刘备的家眷以及关羽等人全被曹操俘虏。之后，他迅速回军前往官渡，防止袁绍过河偷袭。199年6月，袁绍挑选精兵10万，战马万匹，准备南下进攻曹操。官渡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那么，官渡是先在哪里？官渡之战的具体战役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